3000多年前，商王的葬礼正在进行。天命玄妙，降而生生，地命不倒。巨大的陵墓如同倒扣地下的金字塔，比司母戊鼎还要大的青铜鼎，无数金光闪闪的宝器被安放其中。他们的文字在同时期古文明相继消亡时，却以极其强大的生命力传承至今。不远处，10余万人生活在水陆纵横的都城，全球首屈一指的超级都市大益商。今天的安阳殷墟。商朝，中国最神秘的王朝，为何如此强大？真相往往超越神话。这个让我十分难受的姿势，有位朋友已经保持了3000年，就是他。他和另一个人都用奇怪的姿势入葬，头上还分别扣着一个陶罐，显然他们并非正常死亡，而是被当作祭品用于祭祀。不止他们，在殷墟王陵区，牛、马甚至大象以及人的祭祀坑超过3000个，形成了一个数万平方米的巨型祭祀场。商王耗费如此大的人力物力进行祭祀，只为一个终极目标：封神。这是商的至暗时刻，朝政混乱，内斗频繁，都城被迫四处迁徙。3300年前，商人迁都至殷，新建的都城竟又被一把大火烧毁。接下来，新王武丁登场，一场逆天改命的战斗已经在酝酿。他要借助神的力量，让商再次伟大。其中关键一步是通过祭祀，在所有人的脑中烙下一枚思想钢印。只有围绕在商王周围向天界献祭，才能获得神灵庇佑。商王由此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，但这还不够，他还要垄断与神沟通的权利。这是一处直径仅约1.8米的教学，里面共埋藏了超过1.7万片甲骨，而目前已发现的所有甲骨也就15万片，相当于这一个坑就占了1/10还多。旁边的这具尸骨很可能是这些甲骨档案的管理员，他负责保管的是商王武丁长达15年的占卜记录。今天出行会有灾祸吗？未来10日会顺利吗？王去田猎会有危险吗？占卜者在龟甲或牛肩胛骨上刻下疑问，在烧灼甲骨产生裂纹，这些裂纹被认为是神明的回答。如何读懂这些裂纹，直到今天也无人知晓。因为卜辞的解读权由商王独占，秘不示众，只有他才能与神沟通。这在当时商人的心目中形成了又一个思想纲领。而要让人们持续相信神的故事，商王还需要给出切实的利益。最佳的手段就是战争，战争可以掠夺财富，增加人口，但是要让战旗在蛮荒世界里飘扬，商人有这个实力吗？这片甲骨记录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场车祸。某年某月某日，小陈的马车车轴断裂失控，居然把商王的马车给撞翻了。你看他这个甲骨文很形象，这个车的车轴是断的，这个车的车舆是翻倒在地的，这已经是2种车子了。那你知道甲骨文中有多少种车子吗？满满一墙都是。商朝之前，考古学家还没有发现中原王朝使用马车的证据，而商朝显然发生了一场马车的科技革命，它改变的不仅是交通，还包括战争。
这一大片全是商代战车的遗迹，让我们复活一个看看。细心的你会发现，这些战车有着众多青铜器部件。铜马衔上面的钉齿会夹住马面，以此御马。铜十字节约，四管空心，御马的革带可以在内部交叉或衔接。铜卫套于车轴两端，保护车轴。可以说，商朝战车的强大离不开先进的青铜铸造技术。就让我把它们全部唤醒。这就是商王的战车军团，试问谁人能挡？甲骨文记载，商代每辆战车配备御手、持戈士兵或者弓箭手，后面还会配备多名步兵，形成车步兵的配合战术。目前，殷墟共出土了6000件以上的青铜器，包括鼎、尊、仪、眼、壶、弓、甲、孤、爵、酉、和、耒等。此外，兵器占到了总数的2/3，包括戈、矛、刀、漆、钺，以及装备了青铜族的弓狮，保护头部的青铜胄等。相对于落后的周围邦国，这样的商朝大军无斥于神兵天将。但你以为商王朝的战力仅仅是科技吗？它还有众多英雄将领。这是一只青铜手，有学者推测，它很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假肢。制作这么精美，上面还有这么多纹路，那么它的主人是谁呢？这是武丁之子时期一位将领的骨骼残骸，名为亚长。出土时，人们发现他的右手在生前便已失去，青铜手正是专门为他打造，可能在生前就已经使用，也可能是身后专门用于补全尸身。无论是哪一种，都是商人对英雄、对功勋将领的敬意。现代考古检测还发现，亚长并非安阳本地人，可能来自东南方向的淮河流域。可见，商朝敢于吸收拔擢各类人才，成为一个英雄辈出的王朝。这些可爱的动物饰品都属于一位女英雄，她很爱美。人们在她的墓葬中发现，仅仅用于缠发的骨鸡就有499件。但她更擅长的其实是统兵作战。最多时从统帅多达上万人，她就是武丁的妻子妇好。两人曾配合打出一次漂亮的伏击战，武丁诱使敌军进入妇好的包围圈，大胜而归。他们是夫妻，也是战友，多重情感叠加在一起，令两人你侬我侬。我们来读一下中国最早的情书。我又梦到妇好，他不会有什么灾祸吧？妇好的牙痛缓解了吗？妇好回来了吗？妇好应该回来了吧？殷墟甲骨有上百次提到妇好的名字，很多都是商王在向上天询问妇好的情况。这些情书居然保存了3000多年，这就是我对你的喜爱，世代可见。青铜兵器、马拉战车、英雄将领，让殷商大军自由驰骋。周边的小国被一一平定，较远的邦国也选择了臣服。随着实力增长，商人们精心营建他们的都城。陶三通连接这3个方向的管道，构成地下排水系统，相当于今天双向4车道的宽阔道路，
用碎陶片加土夯实，坚固耐用。大大小小的四合院遍布城中，高达6万平米的人工池院，加上外围环水蜿蜒流过，构成都市水景。这是一座强大到不设城墙的城市，一座商人心中无与伦比的王都——大利商。但是，长期的对外战争积累的仇恨已是绵绵无绝期，各种势力早已暗藏反心。为了让大家有点心理准备，这件文物我们需要先从这个角度来看。这是一件商代的蒸锅，名叫青铜眼，下面一层放水，上面一层放食物，中间一层用篦子隔开。到现在为止，一切都很正常。但是，如果我们从上面来看，就会发现里面蒸的不是食物，而是一颗人头。这是一位15岁左右的女性，来自安徽一带，生前长期享用肉食，可能是某位敌对部落首领的家人。她在商的征伐中被俘，并献祭给了商人的祖先。外部的仇恨已如熊熊烈火，而商朝后期新登基的帝辛，也就是人们熟知的纣王，已经愈发疯狂。这件圆鼎内部有一段铭文：某年某月某日，纣王给宗族首领术四子一些赏赐，术四子倍感恩宠，于是铸造此鼎。但讽刺的是，这件鼎出土的地方是一个人祭坑，这意味着术四子和他的家族成员很可能都被纣王作为祭品杀死。唇亡齿寒，贵族们由此人人自危，商朝内部的瓦解开始了。公元前1046年，周人挥兵东进，与商人在牧野决战。对阵中，商的一支军队突然反戈，商军被彻底击败。自知大势已去的纣王最终自焚而死。这里是殷墟的亡灵区，14座大墓埋葬着逝去的商王，他们在考古发掘后都已回体，上面长满了荒草。而这一座比较特别，它还没有完工就被弃用，所以有学者推测，这很可能是纣王的陵墓。他生前修墓，却因身死国灭无法入葬，商王朝至此落幕。但是，商的故事真的结束了吗？没有，它以极强的生命力在延续。商的青铜技术向四方扩散，在四川、湖南、江西都催生出了新的文明创造。各地豪杰问鼎中原，英雄逐鹿，又开启全新的篇章。历朝历代的汉字和甲骨文一脉相承，青铜礼制一直影响古代中国。商朝的人物传说也一直活跃在我们的文化中。身虽灭，而血脉传。这正是商王朝真正的封神之处。上面那个长长的，打酒用的勺子了。殷墟整个发掘这个100年时间，你已经干了40年。